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深前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牺牲，复仇卷入间谍战有望本剧新巅峰。在2024年的国剧市场，都市剧通过《玫瑰的故事》成功崛起，古装剧则凭借《庆余年2》稳如泰山，而年代剧因为《繁花》再次成为各大题材中的领头羊。但始终有一个题材让人无法投入，令人感到焦急。柳云龙领导下的谍战剧曾经独步国剧之巅，包括《暗算风筝》《潜伏伪装者》等经典无数。然而，当下的谍战剧已然成为国剧中的一块短板，一提及便不禁令人唏嘘。虽然《追风者》的成绩不错，但与经典作品相比，仍然相形见绌。《孤战迷城》正在热播，但这部剧烂到了极点，即使有黄景瑜和辛芷蕾的加盟，也难以挽回颓势，最终毫无反响的扑街。难道谍战剧真的是无路可走了吗？俗话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这个题材依然是创作者们心目中的宝贝。正在待播剧中，张颂文手握《孤舟》这部作品，意图引领曾舜晞、陈都灵等年轻演员在谍战题材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。此外，由孙红雷主演的《惊弦》和陈哲远主演的《暗夜与黎明》都引起了广泛关注。目前传来好消息，另一部新作《深前》暂定在8月登陆陶场，主演阵容都是观众熟悉的老朋友，这部作品或许将成为新的巅峰之作。深前讲述了抗战时期日方启动代号为黑执事的潜伏计划，地下工作者云木之在调查过程中不幸牺牲。对内情一无所知的弟弟云鸿深由程毅饰演，在为哥哥复仇时意外卷入一场计划，幸而得到地下党同志的救助，从而坚定了心中的红色信仰。最终，他深入险境，深挖间谍网络，成功扭转了战局。尽管该剧早在2019年11月就已开机，虽然至今已积压近5年，但因其题材独特，画风依然不过时。此外，这部剧在剧情上还有2个不可忽视的亮点。首先，潜伏的目标发生了变化。传统谍战剧中，潜伏的对象往往是我方的地下工作者，观众能够看到他们在敌人内部如何获取情报。然而，这部剧却打破了常规。主角的任务是深入挖掘潜伏在国军内部的日本特工，而潜伏对象则变成了日方的特工。从暗处走到明处，身份变得被动，难度更大，但这也带来了更多的看点。第二，棋局的结果尚未可知。间谍战犹如在进行一场棋局，我们始终明白，主角不仅是操控棋局的人，最终也会成为胜利者。然而，这部剧中的男主角将亲自踏入局中，并将自己置于绝境。如此布局究竟有何深谋远虑？男主角是否能够生还归来？虽然正片尚未开始，但悬念已经悄然埋下。看来这一局棋，观众们也不得不亲自参与其中了。然而，要打造一部优秀的剧本，关键在于有高水平的主创来主持创作。曾执导《青云志》的导演刘国辉与《山河月明》的导演赵丽君携手合作，在吸引观众和收割热度方面，绝对值得信赖。接下来就要看演员们的表现是否给力了。主角升级，笑声贯穿整剧。2019年的程毅还只是内娱的一位小胡咖，谁能想到拍完《深前》后的第2年，他便凭借古装偶像剧琉璃爆红，一举成为顶流小生之一。近年来，程毅的作品从未间断沉香如屑底线以及莲花楼的相继大火，使他的地位迅速攀升，成为了不可小觑的大咖。我猜深前的剧组做梦都会笑醒。由于程毅的出演，这部剧基本已经成功了一大半。他在剧中罕见地尝试了年代造型的挑战，搭配清秀的五官和复古的西装，宛如一个走出年代画报的角色。
此外，程毅在众多流量小生中也以出色的演技而闻名，相信他能够把握角色的成长线，再次凭借实力震撼全场。接下来登场的是女主角颖儿。在国内娱乐圈中，有许多被低估的演员，其中颖未能大红大紫，毫无疑问是让观众感到惋惜的一种现象。事实上，颖瘦下来后，她的颜值丝毫不逊色于那些一线的年轻女演员。她的五官相比那些白又瘦的女明星显得更加舒展大气，完美契合中式审美。因此，在过去的2年里，颖频繁出现在正剧中，并且凭借其出色的演技赢得了广泛好评。在新剧中，她将挑战饰演爱国女青年文叶明一角。她的造型干练飒爽，与其他谍战剧中的花瓶女主角大相径庭。看来这部剧将为颖带来事业的第二春。此外，该剧还邀请了张天阳加盟。这位实力派演员虽然剧火人不火，但无论是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饰演的吕钱塘，还是在《追风者》中扮演的林乔松，都让观众印象深刻。在有限的戏份中，张天阳依然能让观众对他的面孔印象深刻，可见他的演技非凡。我更好奇的是，这次他会以正派角色还是反派角色再次给观众带来惊喜呢？不禁提前期待。观众们对何中华一定不陌生，这位资深演员频频出现在热播剧中，以精湛的演技为剧集的口碑增添了不少光彩。例如，在《琉璃》中，玄机和玲珑的父亲楚磊由何中华饰演。他从最初对金翅鸟族的痛恨，到后来放下成见，何中华凭借精湛的演技，将角色内心情感的变化诠释得细腻动人，令人难以忘怀。这次他能够加入这部深潜，我相信他将以教科书级的表演再次提升剧作的口碑。谍战剧究竟如何才能牢牢抓住观众的心呢？关于这一点，我认为最有资格发表意见的是柳云龙。被誉为谍战剧之父，他的作品不仅文戏层层递进，扣人心弦，而且动作场面惊险刺激，让观众深深着迷。遗憾的是，脱离柳云龙的谍战剧往往难以达到这种水准。然而，如今的这部《深潜》却让人强烈感受到经典之作的氛围。并不是说故事有太多套路，而是因为导演主要关注的是剧情，通过简单的梗概就能感受到正邪对抗的紧张氛围。正片更是将观众的期待值推到了顶点。该剧本身具有创新点，其叙事角度令人耳目一新。再者，年轻演员的加盟不仅能够吸引更多不同年龄层的观众，这也预示着未来谍战剧市场的发展趋势。然而，千万别因为贴上了流量的标签，就认为这部剧不好看。根据目前的花絮和剧照来看，这部剧大火的可能性极高。